房貸一族拼買房，6都實價登錄打臉，閉眼買房神話，你還敢亂買嗎？先說結論哦，就媒體在說2025房價在崩了，我的看法是，就賣方叫做少賺5%是在崩什麼？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該先買房還是先買股票，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閉眼買房都會賺的時代過去了嗎？這次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閉眼買房都會賺，專家接6都數據打臉，蛋白區獲利腰斬，僅雙北蛋黃撐住，有沒有？就是聳動的標題，無可厚非啦。今天如果我做記者，然後我被主管定，我也是寫這種標題，就是房價崩。為什麼？這個可以讓主政者，尤其是央行看了之後覺得說，對，這個就是房價被我控制住了大家拍拍手之類，就是聳動標題房價要崩怎麼樣？好，來先講一下這個內容就是591分享了一張表，這個內容是彙整了實價登錄的資料，然後去計算6都跟全台在2024年跟2025年的賣房的獲利是多少。我們先看第一張圖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他做這個統計也是很故意，他就說獲利差多少，然後想辦法把這個標題導向叫房價在崩了。什麼？以全台來說，2024年賣房平均能賺多少錢？就不管你持有多久，你把房子2024年拿出來賣賣房平均能賺414.2萬那2025年剩下394.9萬，大幅衰退 4.7%。看起来很恐怖我換個說法來解讀這個新聞給你看。在第1、2、3、4、5、6、7波第7波信用管制，而且還有什麼銀行的限貸銀行的排波，還有第2物5成在豪宅線一大堆司法人不能買房子，這麼多的管制政策之下，政府到處卡來卡去的各種不利因素之下，結果2025的賣方收益少賺 5%， 這根本就還好吧？對啊。你跟我說2026房市會崩，這要怎麼崩？因為現在看起來沒有第8波信用管制啊，然後房價崩，到底是對誰有好處對居住正義大俠有好處。以現在房價崩下來，你覺得那個整天沒有工作，在那邊網絡上一直打嘴炮，還在跟家裡拿錢的居住正義大俠們，這他要怎麼買？他也不會買啊，所以他很爽的而已。我們再來看另一個我框起來的地方來你看雙北、台北市、新北市多麼的尊爵不凡。就算政府出台各種政策，結果台北市的賣方獲利居然還增加增加了 10.1%， 新北市的獲利還增加了 6.8%， 你不覺得很誇張嗎？再來你要知道，好地段永遠都是王道所以你看當市場熱絡的時候，大家確實可以怎樣隨便買隨便賺，就像現在的股票一樣，隨便都可以大賺一筆。但是當政府開始管制的時候，市場就會回歸理性嘛，資金還是要往那個核心的區域集中，台灣的錢就是往雙北走啊，就是這樣啊。回防蛋黃，回防雙北，有沒有聽過？這也是為什麼雙北在房市寒冬居然還給它逆勢成長的原因。錢都跑回去了跑去我也不知道是避險還是怎樣，反正就是當大家不確定未來會不會漲的時候，還是要自產的需求就是往蛋黃區跑，因為地段啊，這裡有最完善的生活機能，最多的就業機會，最穩定的剛需就算蛋白區的獲利腰斬，還有蛋殼區的重劃區在那邊賣不掉，台北市中心的房子還是很穩健對不对？因為台北市的房子就是房市中的台積電嘛，你買它不只是增值，你還是買它的安全，對不對？因為政府會罩它，政府也不能看着台積電爆掉。再換個角度想，有能力買到台北市的人，你還需要幫他的財力擔心所以你期待蛋黃區的房價大跌，難度非常的高。而且退一萬步來說，如果蛋黃區房價真的大跌，我跟你講，大跌已經是後面的果了。台灣的經濟早就迷迷毛毛了這個想一想就知道了。買房子的錢誰出大頭？銀行呢？銀行出大頭呢？房價大跌被打擊最大的銀行呢？你看你首購首購可以貸8成，你想說我拿出了這個。我到目前為止35歲我一直在省吃儉用，別人揪我唱歌我都不想花錢，不去，犧牲那麼大，終於存下300萬我去買房子。不好意思，你出2成而已銀行出8成那你叫銀行叫房東都不為過。對啊然後房價崩了，誰影響最大？出錢多的人大銀行業都不好了，你怎麼還會覺得你生活可以過得更好？所以我是認為說，
不用對房市過度悲觀，與其擔心房價會跌，不如擔心你手上的物件怎樣夠不夠穩健，就是那個當房市不好的時候撐不撐得住。就像我也拍一集嘛，那個高醫生活圈，高雄高醫啦，就看病的大醫院，那附近的房價你要它怎麼跌？跌給我看怎麼跌啊？如果連高醫都在崩，都在腰斬，你要不要看看其他地方多慘？那其他地方多慘，房地產已經是鏈條的尾端了，你要不要看看失業率有多高？社會上到處都是暴動，就是這樣哦。所以與其觀望什麼時候是低點，不如你就認真做功課，把錢放在那些就算市场崩盤真的要崩到它也要是最後一個倒下的地方。這不是什麼拉抬房價炒房這是錢的用途，就是保護那個辛苦錢。當然你錢很多，你蛋黃都買好了，你要賭一把蛋白賭一把蛋殼，那你就去這也沒問題。市場也需要你這種人從化區建商就是需要你这種想法。最後你要知道你該怎麼看待房市。我們最後來講，如果你未來有打算要買房子的話，怎麼思考你的劇本會比較 OK。我分3個族群來討論首先是首購。首購很簡單，如果你還有新青安，你就趕快去用，越早用掉越好，不然後面大家開始排隊。而且現在看起來新青安是要被檢討的，对不对？議員王世堅說65歲新青安，年收入200萬新青安，所以都講成這樣了，接下來如果還有新青安，條件會變差，對不對？有得用趕快用，你也不要執着說反正我現在就要拼在買在低點。我們剛才也看到了，最慘的2025也就這個樣子而已，你要抄底很困難啊。你也可以賭一把，賭你的人生啊，賭說未來10年房價一定会再下跌，我到時候再去撿，可以尊重你的選擇，你去那10年以後的房價高或低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高雄一堆重大建設都在蓋，我只知道台積電現在才批1萬廠還有2、3、4、5 6應該也會成型。然後你說房價要腰斬，你可以賭沒關係，你盡量去賭，說不定你是對的活在世上總要有個盼頭嘛，說不定你是对的。我還是認為說，對普通人來說，找一間能符合自己負擔能力跟居住需求的房子，能上車就趕快上，就這樣就好了。來，第2個換屋族換屋族的話，既然你都是自住在換屋，重購退稅用好用滿。當然我們聽了很多重購退稅鬼故事嘛重購退稅抓之嚴你剛買就拿出來，你一定被刁。你要自住40安怎都安怎，你不能是空在那邊。我也建議你就除了執行小換大舊換新以外，你看有沒有辦法去做到蛋白換蛋黃，或是住到離蛋黃更近的地方。因為看起來未來這幾年如果房地產依然不好，那錢就是往各地6都的蛋黃走，就是這樣。這個現在就表演給我們看啦，全台灣的錢就是往雙北回流那你高雄在地的老人，那當然就繼續買高雄，他買台北幹嘛？他又不會去住。大家都往都心聚集，原因我也不解釋了絕對的少子化就會造成絕對的都心化。日本跟韓國都表演給我們看了。最後一個族群是自產自產族的話，就我這種啦那我會建議你說優先避開新興重劃區，避開了。雖然很多建商朋友有來找我，真的不敢接，因為這個就完全跟我現在在做的事情都不一樣。新興重劃區，新興重劃區賭博看起來歸重劃區，歸到它變好的風險真的是越來越大。最穩健的首選還是蛋黃蛋黃的中古。蛋黃中古的意義是在說就蛋黃的預售還得了那個價格那就直接它旁邊的中古就好了。那最好是重大建設附近的蛋黃，這樣子就非常安全。那我也建議你拉抬租金的技法這個也要找時間學一學。這個我之前有拍會員影片，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整理房子，把租金拉高，確實做得到。不止我自己在做，也有觀眾朋友說什麼他整個照抄租金真的拉得很高。我也不打算開課，還好我不覺得我有開課的本事就這樣就拍在會員影片。那如果你有要買高雄房子的話，我也有拍會員嘛，就是介紹高雄重大建設還有直接去看房子看給你看的。你說看我看房子有什麼好看？我在看那些房子，我跟你講它附近的重大建設是什麼，還有這間房子如果是在我手上的話，我會怎麼整理，整理要花多少錢，租金可以拉抬到什麼程度，這些講給你聽我現在看起來現階段最安全的策略還是穩定的租金來提升抗風險的能力。反正你就等嘛，等重大建設落成那政府也都幫我們排好時間5年簡單的說就是如果你的租金可以 cover 房貸，或是貼一點你也不會就生活就突然不能自理了，壓力超大，這樣的話
那5年以後房市不好，你也不需要煩惱，那你繼續放嘛，就這樣啊。等到房市好的時候，你再來賣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什麼其他的想法，歡迎底下留言區跟我對線哦。你要站來站去也沒關係，我都會看。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講了閉眼買房都會賺的時代是不是過去了？這個話題。那我先給你看了591分享的數據，整體房市2025年降溫，但獲利值下降 5%， 這叫獲利耶。他賣房的獲利下降 5%耶，他不是說什麼很嚴重的事情呢，所以崩盤這件事情並沒有發生。就是沒有發生，然後要各種想盡辦法，就來找一個來看能不能看起來像崩盤的東西。那即使是這樣，你看他自己統計出來，雙北還給他逆勢成長，很誇張哦。這也就證明了資金就是往蛋黃區集中的趨勢嘛。結論就是閉眼買房穩賺的時代確實過去了。以前真的是你亂買什麼野狗重劃區，突然它就變青埔了。青埔在一開發的時候，我們家就有去看過，完全不敢，真的是不敢，連我們這種伸手的，我們看了我們真的不敢。然後我有没有做錯？你以現在結果論來說，我有做錯。但是我跟你講，青埔是後來突然拉起來的。我們再去看的時候，他那時候開30幾，35、36都有。我們去看，然後就又往下跑。我說新案子開35、36，那附近還有18的嘞，我還看過18的青埔嘞。然後就往下然後往下，然後就歸很久了，就一直給它歸到2016了，就這樣。然後突然拉起來。總之就是我錯過就錯過了，我也不怕你笑，就是這樣。反正我現在都看高雄，高雄不會錯過就好了。就市場會調整你要做的不是等房價去大跌，而是認真研究跟布局怎麼確保資產是安全的，那你就上房地產就是硬資產，那硬資產的話，通貨膨脹絕對讓硬資產就飛起來。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雙北的房市哪時才會下跌？政府宣布遷都高雄。好啦，那個高雄是我自己私心啊B 台北出現超大地震C 永遠不會跌。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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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故事，講故事，這是一個聽來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
那故事的主角叫小紅哦，小紅很早以前就賴我了，就跟我說他想要買房子，然後我就跟他說能上車趕快上車，但是他到現在還沒有上車。然後前年9月2024哦，第7波信用管制哦，他就跟我說他覺得房價會崩，哦，那就這樣哦，等等黨終於要勝利了這樣。那結果你也知道，房價沒有出現他想象中的崩的幅度，房價卡在那邊。有啦一些新興重劃區哦，點名誰得罪誰我就不點名了哦，那邊的新房子確實都怪怪的，都卡在那邊哦，那也不叫崩啊，它價格還是那樣，然後他還是沒有買房子，他現在終於也放棄了，開始看房子。我跟你講就是這樣，就是剛需，就是要結婚，要怎樣要怎樣，這些需求它不會消失，它就是一直推着你走，你想要等，你老婆大肚子等不了就這樣。那直到他現在才發現，每天滑591是一回事，現場去看又是另一回事。他看了很多間都不滿意。我記得他好像去年10月的時候跟我說，他去看房子然後開始抱怨就是說他覺得他要求已經很不高了，還是看不到喜歡的。我就跟他講，你現在第一間房子真的你就沒錢嗎？你那麼年輕這個都還在賺錢的階段，第一間房子叫做不滿意可接受就好了。女生都是這樣，就是你都看小紅書，你都看 IG， 你都看人家開箱豪宅，你當然不能接受這個中古屋啊。那你不用追求說一定要挑到完美的房子，因為以後一定會換房子的。小換大舊換新，他又猶豫，又問我說如果套牢怎麼辦？很正常買房子這麼大的事情，沒經歷過的人當然都會怕。我以前也超怕的。然後問我說：“我能保證不會套牢嗎？”我靠，我怎麼保證？是我的誰？是我的觀眾而已啊！我要跟你保證不會套牢。我要是說我保證，我就在騙你。可是這種屁話，他聽了也會很開心，你知道？反正就是怕了以後就亂了套，那亂問什麼？他自己去看房子，然後來問我說：“我買這間好不好？”然後要我跟他保證不會套牢，什麼東西？我怎麼保證呢？哎，算了這個房價這件事情，連我們的那個央行總裁楊金龍先生他自己都不知道了。他如果知道，怎麼會打到第7波？內政部部長他也不知道。那改天我真的當官再問我好了。反正他就這樣一直看然後有點講詢問，我都覺得那有點騷擾了那上禮拜突然賴我跟我說看到一間喜歡的也下斡旋了，我就跟他恭喜。才過2天又賴我被搶走了，不意外，因為你覺得很棒的房子，別人也覺得棒啊。他又開始重新找房子，想說要在過年前找到房子，應該很困難那就看他的運氣，反正就是這樣啊。就你看他的故事，在房地產的世界裡面，房價變高還好不可怕那真的會傷害到你的。反正房子就是這樣嘛，就是要麼你都不買居住正義大俠也行過你的日子都可以。你開始買的話，真的會傷害你的東西是猶豫，就一直看好幾年了。他前年看到現在還沒下手，那繼續看，然後一直猶豫，然後一直不好。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氣下斡旋，還是被人家搶掉猶豫就會敗北了，就是這樣。不滿意可接受，你看起來勝率已經 OK 了，能上你就要上了。我到現在我的建議還是這樣，為什麼？重大建設不會停，他不會看現在房地產那麼冷那個台積電設廠我們先暫停一下等房市變好之後再屁啦，這個房市什麼咖，台積電還是主角。然後那個漢神3館也是這樣，重大建設不會停那你要等重大建設都好然後那個生活機能又往上拔高個台階，你才要去買，然後再來嫌貴，想用半價買，行吧？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2鄰居、對付2房東、對付2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